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同为李沁男主，曾舜晞、王一博、肖战对比，中见佳偶天成之妙。七夜雪李沁曾舜晞 CP 感弱，剧情悬浮。相反，李沁王一博在追风者中高度契合，演技出色。李沁肖战梦中的那片海引发情感共鸣，颜值气质加分。观众对三对 CP 看法不一。李沁和曾舜晞，近期新上线的电视剧数量颇丰，涵盖青春偶像、女性复仇、武侠江湖等多个类型，随后还将推出一部古装宅斗剧。毫无疑问，李沁和曾舜晞主演的《七夜雪》无疑是其中最先引起广泛关注的作品。作为一部改编自早期网络虐恋小说的作品，尽管剧情刚刚拉开帷幕，观众们已知晓其最终悲伤的结局。在茫茫雪原上擦肩而过，最终只能遗憾死亡，似乎已经是薛子叶不可避免的结局。尽管虐恋听上去十分悲伤，但靠着曾舜晞和李沁之间极其有限的 CP 感，实在难以真正感动观众们。在七夜雪已播出的剧集中，主要呈现了霍展白前往药师谷寻求神医诊治和薛子叶在医闹频繁的情况下竭力救助病人的故事。两人竟然能够在医生和医闹病人家属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下相互欣赏，甚至最终发展为相爱的关系，这实在荒谬至极。目前来看，两人彼此间的欣赏更像是导演单独为对方设置的滤镜，显得无缘无故且不合时宜。有人企图强行闯入女主的家中，他不仅不为自己考虑，甚至对对方的退步感到十分赞赏。男主的计划是显而易见的，但他却毫无察觉，女主对此更是从未有过特别反应。在女主多次表现出想要不顾一切救死扶伤的坚定态度时，男主却一心想着报答当年之仇，毫不考虑其他。然而，作为江湖上有名的神医，薛子叶每年只出门诊10次，每次收费10万元。这么多年来，他竟然从未遇到过一个坚决要求拯救别人的家属吗？无论是在哪个朝代，能够拿出10万元求医的人，显然都非常重视这位患者。在女主如此受到重视的情况下，男主却依然坚持要救故人之子，这使得女主对他的特殊态度显得更加离谱。由于支撑人物感情线发展的起点出现偏差，导致后续的发展显得不切实际、悬浮。依托剧情设定产生的 CP 感已经完全失效，但从外貌来看，李沁和曾舜晞并不具备明显的 CP 感。李沁在整部剧中无时无刻不在通过姿势暗示自己处于极度痛苦和悲惨的境地，让人十分出戏。令人不解的是，李沁对手托头部的姿势似乎有着特别的偏好，只要坐下来，几乎每次都采用这种姿势。然而，李沁绷紧的身体并没有松弛的感觉，而他无处不在的兰花指更是让观众产生了一种刻意造作的不适感。不知是否是因为之前饰演薛宝钗而感到遗憾，李沁似乎希望在这部剧中扮演林黛玉的角色。然而，虽然具备了弱柳扶风的外表，却没有演绎出坚韧不屈的精神，这使得角色显得十分分裂。曾舜晞倾向于可爱风格的外貌，这与观众心中传统的侠客形象相去甚远。尽管装束有一些江湖风格，但一看见曾舜晞那可爱呆萌的外貌，就会立刻出戏。说到 CP 感，更是离谱至极，谁会对母亲和孩子产生希望他们在一起的想法呢？
观众的反应更加贴近现实，他们普遍认为他们不是同一辈人，完全没有 CP 感，这是大家看完剧集后的实际感受。相比李沁与曾舜晞搭档时的种种不适，李沁和王一博显然更加赏心悦目。李沁加王一博，《追风者是爱奇艺今年仅有的2部破万点击量剧集之一，同时也是今年的口碑佳作。作为一部历史剧，该剧以魏若的成长经历为主线故事，从央行的骨干职员，到揭露出国民党的黑暗面后投靠共产党，最终成为了苏区银行业的奠基人。在魏若的成长历程中，沈进真是他信仰的楷模，也是他人生的导师。尽管沈进真是千金小姐，但她毅然选择放弃优越的生活，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一生。她为了拯救小孩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既是为了保护祖国的未来，也是为了她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观众对这段感情的最大认可来自于沈进真和魏若来在灵魂上的深深共鸣。尽管剧中并未明确描绘两人的感情线，由于情节的发展合乎常理，观众依然沉浸在意犹未尽的氛围中。他们新年的愿望都是国家不要有战争，这对情侣实在是太天作之合了。每当他们的目光相遇，他们似乎都在彼此的灵魂深处探寻些什么，虽然没有进行任何亲密举动，但却让观众感受到他们心灵的悸动。李沁和王一博不仅与角色高度契合，而且都是俊男美女，再加上剧情的助攻，这种 CP 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拥有的吗？此外，他们完美的身高差和体型差也是提升 CP 感的有力工具。两位演员在剧情和外表之外，表现出了出色的演技。李沁在和敌人对峙时，下意识地向前移动以表达沈进真的心意，这一动作发生在他站起身来时。当王一博看着沈进真弹琴时，他眼中流露出的欣赏之情和不经意间上扬的嘴角，暴露了魏若来的心动瞬间。特别是沈进真临终之际，李沁凝视着魏若来的那一眼，充满了悲伤、坚决，以及一丝留恋和不舍。尽管爱情很美好，但他们还有未竟之路要前行，还有使命要履行，因此必须先将儿女私情暂且搁置。当王一博目睹沈进真去世时，他的表演更具震撼力。魏若来此刻的心痛和悲伤，体现在他惊讶的表情、无法闭合的嘴巴和不由自主滚落的泪水之中。正是由于两位演员出色的演技和强烈的代入感，观众才能见证沈进真和魏若来的相识相知，对他们的生离死别深感遗憾。哀痛催胞，情不自胜这句台词，生动地描绘了魏若来在得知沈进真去世后的痛苦之情，同时也成为他们之间感情的确凿证据。观众在看过两人的故事后纷纷流下了眼泪。没有感情线不代表没有感情，般配是一种感觉，是我还没走出来。李沁加肖战，在梦中的那片海中，肖春生和童小梅之间的感情交织着暗恋文学和救赎文学的元素，很容易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在一般作品中，男二号往往设定为默默暗恋的暖男角色，而本剧则反其道而行，让女主童小梅成为了这个暗恋者。李沁在当前剧集中的表演依然算得上自然，成功地诠释了少女朦胧的爱情和害怕被发现的感情的忐忑不安，确实具有很强的代入感。后来，肖春生曾经光芒四射，但在受创之后，他似乎失去了锐气，只想悄悄地藏在人群中。正是在这个时刻，童小梅出现了，伴随着陪伴与鼓励，将他引向光明之处。
萧春生站了起来，标志着他们的感情也终于尘埃落定。萧春生在年少时偶然得到的一枚书签，没想到在结婚多年后才发现，竟然是妻子当年遗落的。这种巧合为两人的恋情增添了许多宿命感。制作方显然也非常擅长拍摄宿命感，几乎每一段感情都有一把相同的白色长椅见证。相比剧情的辅助，这对演员的颜值和气质发挥了更为重要的影响。许多观众目睹了粉红色的泡泡，这是因为肖战那掐腰的动作以及随后散发着成熟男人气息的迷人微笑。根据观众的评论来看，李沁和肖战的搭档显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你对以上3对 CP 的组合有什么看法？哪一对最符合你的想象呢？欢迎在评论区畅所欲言。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